金龙鱼饵开，鱼饵自然来。欢迎收看由金龙鱼饵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季《游钓中国》。本栏目唯一指定用竿，开火精工。感谢瑞姆浮漂、中西钓线、龙门钓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青海湖的48小时虽未能问鼎，却是一场在逆境下求变、有所突破的精彩赛事，为我们带来的启发也远不止渔获和名次那么简单。然而，半路杀出的这场酷钓赛，将我们西北之行的元气几乎耗尽。再想日行千里的寻找钓场，恐怕身体已经吃不消了。恰逢大毛的2位老友王大简和刘国庆向我们发出休整度假的邀约，怀揣着轻松闲适的心情，一路高歌，来到了临夏自治州素有河州北乡之称的永靖县。永靖县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第1批县份之一，地处陇西黄土高原，有刘家峡、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、炳灵寺石窟等著名景点。其中，刘家峡库区建有中国自己设计、自己施工，也是自己建造的大型水电工程——刘家峡水电站。自1974年竣工后，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电力枢纽工程，被誉为黄河明珠。这边这个整个库区就叫刘家峡，哦，这就整个这边就属于整个刘家峡库区。哦，刘家峡库区有多大？哎呀，这个嘛，反正刘家峡的库区应该是很出名的，刘家峡。啊。此行来到刘家峡，并没有任务在身，只是单纯的放松赛后紧绷的神经。虽然游钓行程满满当当，可有的放矢的调整状态也是必须。既是休假，怎能少了美食作陪？上牌之后，一顿丰盛的全鱼宴，静候着我们大快朵颐。三文鱼是世界名贵鱼类之一，鳞小刺少，肉色橙红，肉质细嫩鲜美，口感爽滑，既可直接生食，又能烹制菜肴，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鱼类。同时，由它制成的鱼肝油更是营养佳品。刘家峡的水产养殖，竟大部分是对水质要求近乎苛刻的三文鱼，不禁让人感叹。而一个有本能驱使的想法，竟在席间成型。来到这养殖三文鱼的网箱之上，我们有没有伐钓的可能？尝试找寻那些自鱼苗时期就逃出网箱的小家伙。然而想法一旦成型，行动便一发不可收拾。连夜取上装备入库，看来休假的计划基本搁置了。目前能否伐钓三文鱼还是未知数，一切都还只是设想。大毛只想做好准备，尽早放竿，不论大小，哪怕迎来一口，也能说明猜想得到印证。我们现在啊是在这个刘家峡的库区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是从银川打完这个比赛啊，就是马不停蹄的赶到这了。
到这差不多已经是下午了。王总跟刘总接上我们就到库区来了。因为他这个鱼呢，都是他们养网箱里跑出来的，现在都是野生的鱼了，从小苗子跑出来，长这么大，而且这种鱼，它的发力起来以后应该是比我们这些淡水的鱼呢，就是发力起来就是更凶猛。反正钓鱼都是差不多的吧，我就现在还是想，这个我跟王总应该还是很有缘啊。王总是看完我们游钓中国，去年呢带着他媳妇跟还有一个哥们，一起在外面跑了半年，全国各地跑，而且我们跑到的地方呢，他们也都有去过，也是机缘巧合吧，这属于人叫有缘。他到贵州去钓鱼的时候呢，就碰到我一个好友叫金艳玲，通过他跟我联系上了，一直就约我到这来钓鱼。所以我们今年呢，就游钓中国，从这个初春的时候，我们是走的云贵川，现在呢，我们是跑的西北，正好打完银川的比赛，从内蒙一路调过来，从山东到河北，然后到东三省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，通过从内蒙我们又过来了。因为鱼自然对黄颜色，有兴趣的话呢，我就再加点黄的进去吧。因为这个鱼呢，现在它已经很多都是小的时候都是饲养的，它对这些饵料对这些东西它都不抗拒，所以呢，我们用这些饵料呢，都是能把它诱到窝子里来，诱到窝子里来，我们通过发钓，因为它呢对静态的东西呢，兴趣不是很大，它也吃，但是呢，它还是愿意吃动态的。你刚才我看王总稍微逗了一下，赶紧就有动作了。我们现在就把这窝子全打下去。备好一切所需，垂钓即将展开，而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却浇灭了大家入库时的期待，也为拍摄带来了极大的难度。大家只好收起情绪，把憧憬放到明日了。刘总你从兰州开车过来多长时间？一般我们从兰州开车过来，一般2个小时左右吧。就到了是吧？对对对。一般都是下午4、5点钟出来，完以后赶晚上6点多到。天黑有一波，天快黑的时候有一波口挺好。哦。这个就是在气温比较稳定的时候。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是不行。对对对。昨天这一天一夜的雨下，整个气温变化太大了。我们这边这个网箱呀是7米深。哦，7米深。7米深的话，一般我们像在这边钓的话，就钓到不算子线，钓到7米。这样的话实际正好在网箱底下嘛。沟离水面，沟离这个网箱，沟基本上是在网箱底。它这个我们钓这么多年，我知道嘛，这个鱼应该还是不一定在你讲这个水层鱼多，但是经常性不一定一定在这水层，因为鱼它不断的在变，它跟着气压、气温它的温度在变，对，气压在变，而且天黑了跟白天它都不在一个水层。哦，这个还大的嘞，可以啊，可以1斤多，有个7、8的，比上次那个还要大一些。这还行。大的了出现第一尾目标渔获，让大家心里有了底。然而，这开口的时间绝对不会厚此薄彼，大毛的竿上也悄悄的有鱼咬上了。王总，中鱼了
鱼还在发力嘞，这鱼。哎，不要硬呛。我知道。看到9米有鱼了，我就过来了，拉到9米就开始咬了。我还拿那个大抄。这个抄网可以，没问题。这就是三文鱼是吧？嗯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今天这么长时间了，几个小时第一口。最大个体的一个。啊！你看这水质多好的水质。哎呦，太棒了，这条鱼！好。哎呀，真的是太漂亮的三文鱼。好。你看东面还有一个。刚回来的时候还运的这个钩啊，这个鱼钩没选好，都用这个钩子啊，它跟那个翘嘴钩子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这个要用什么呢？用溪流钩比较好。没有，它钩柄要轻。啊。钩柄要轻，一个呢钩呢要有偏门的。偏门的呢，它一中鱼之后一提线，它钩会这么一转就卡死了，基本上不会跑鱼的。它这个鱼跟那个钓翘嘴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翘嘴的钩要挂玉米，钩门要宽是吧？对。特别宽。我们这地方水质好，前一段时间还一个钓友钓上了一条8斤多的那个娃娃鱼嘛。哦，也在这里钓的。就在这个黄河，就这个下游坝的下面。也是。那是娃娃鱼，应该是国家2级保护的吧？钓上了之后呢，就我们当地人也比较那个啥，他一看钓上鱼好像是国家保护的，也就是主动拿出来给放生了。哦，那不错。不，当地我看了那个民风啊，还是很淳朴的。真的。我们这个地方民风比较淳朴。对，能感觉得到。西北人还是不一样，一路过来从内蒙往这边来，这真的，一路上感觉到民风还是非常淳朴。有了。个头怎么样？个头怎么样？现在感觉小鱼。看着了吗？没有了。你这杆上稍微低，不是那个啥，你摇摇看。你手指头松开，现在过来了，不大。慢慢的，别急，慢慢的。来，我给他抄。好了啊，打到前缀的。也是三文鱼吧？抄吧。还可以。还可以，今天的个头挺匀实。哎呀，你这个口还比较正啊！来，给他拿那个钳。掐死。够窄了。花纹真好看。又开始吃了啊！中了，挂到网子了。鱼在，但挂到网子了。对，在网子上。我说你有没有？有。鱼还在震，在上面。好，这掉了，哈哈，这来了一群，刚来了一群鱼，正口，这个，这有网子没关系，有我在没事。好，这个线伤了，这个线伤了，放了啊，放生了啊，放生，赶紧放下去吧。好，放了吧。3人各有收获，垂钓异常的顺利，这也算是雨后的一丝安慰了。
看来三文鱼只要开口，钓起来难度并不算太大。可是越靠近正午，气温却反倒越来越低。我们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，水下的鱼啊，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其实我们在外面的时候，真的有的钓友可能很奇怪，说：“哎，昨天看到他为什么穿的是短袖，怎么今天就穿上羽绒衣了？”真的，我第一天来的时候穿的是短袖，晚上钓。其实这件衣服我在香格里拉穿过，在香格里拉的时候也是在下面的时候穿的短袖，到香格里拉以后早上也是0度，那时候更冷。哎呀，里面穿了很多衣服，还在穿着。哎呀，真的是很冷，越做越冷。天气突然这一降17、8度之后呢，它可能鱼还是有点不适应。来，好，你看我讲10米吧，一点都不会错吧？真的不会错。看到10米，我调到10米了吗？先不慌，我知道。哎，可以。三文鱼吧？带三文点子的嘛。我现在走，那个三文正口看到没有？正口对。正口吧？嗯，太棒了！你看，哎，它还发力，还跳了，哎呀！好，抄上来看能不能放点，赶紧放。你直接下钩吧。因为从抄往外面拉钩的，不抓了热，就用手抓都不行是吧？好，那就可以放了，赶紧放。它这种鱼啊，就是赶紧要放的话，它可以活啊。这个鱼能活，这个鱼能活没问题。就怕手抓它，手一抓它，这个鱼就活不了了。哦，哎，10米还有，赶快放到10米。好的。啊，10米。好在冷水鱼对气温的降低并不畏惧，吃口依旧延续。不过高温却不太一样了，人的体温都会对三文鱼带来不可逆的损伤。因此出水后，如若无法保其周全，那么今天的午餐可以奢侈的加道菜了。鱼探头先往那边拉一点，好，它过来我就好搬了。不要，这条还大一点嘞，对吧？好，你看它这个吃这个深，看它吃的深不深？这个鱼啊，一旦吃到喉咙里面，这个鱼啊就活不了。它这个鱼啊特别的怪，只要是伤到它以后啊，这个鱼就活不了。哪怕它要正口打到嘴上一点点没问题。很多钓友都说我们为什么钓完都放？其实那个鱼啊能活的，我们都会放的。而且你想一想，我们一年到头在外面钓，全国各地的跑，我钓那么多鱼，我怎么去吃？我怎么能吃得完？所以这个鱼它能活的话，我一般都放的。这个鱼有的像这个三文鱼啊，还有金樽，还有这个红鳟，很多鱼呢就是钩子，它因为这个鱼很凶猛，它一下那么钩子吃到它的喉咙，吃到它的喉咙，你把它下来以后，这个鱼也活不了了。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就不放它了，你放它也是浪费。来拍一张吧，拍一张一会儿。都说我们不吃，我们今天来个刺身吧。这个鱼三文鱼就是刺身的一种鱼，来。好，这个事我负责。啊。我们这种三文鱼啊，要吃刺身的同时啊，要先放血。完以后，放血的方法是怎样的？把它的鳃剪破，看这样，两侧的鳃剪破以后，让它充分放血。这样，最好是在鱼活性好的时候呢，把鳃剪破以后，把它放在水里。这样血会放得更充分一点。经过放血的三文鱼啊，肉质就好了，会很 Q， 颜色也好。
放血时间呢不要持续太长，有一个充分放血过程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样就可以。像因为我们是今天准备中午就要把它吃掉，完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内脏掏掉，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们这边的三文鱼啊还是比较肥硕的，品质还是不错，水质好，鱼的腹部很干净，看这个腹腔内啊也没有什么杂物，没有那层黑膜，你看多干净的一条鱼，很好洗。好嘞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多干净。气温还在持续降低，好在吃口并没有间断。同来的另外2位钓友没有带上拔钓装备，却玩出了新花样，用线盘做轮，直接绑钩垂钓小鲫鱼。虽方式简易，但原理相通，是否有效，看看他们的渔获就知道了。刘国庆的竿上吃口也没有停歇，大多都是寻常个体，半斤8两，让垂钓稍显乏味。百无聊赖，就在大家既满足于现在的收获，却难掩没有大物咬钩的遗憾之时，老王的竿上手感传来的异样，让他知道这一尾肯定不一样。好了，啊？好了，会吧？真的跑了，挂到那啥头。那个叫他帮你放下毛，来，把它拖那个。跟你过来了，鱼还在那吗？还在10几米呢。鱼还在吗？在。这条行，这条。你看现在多少米？轮上显示多少米？哦，到前哦，大，拿大抄网，拿大不是你拿小抄网也行。哦，这个不行，快，可以。可以不？这个不行，把哦，这个大，这条大。来，把大抄网给我找上一下。这条速度，速度，拿抄网的速度。我先把抄网先试上一下。快往下。哦呦，这个大，慢。7把斤。哦呦是。哦呦巨物！我的天哪！哦呦！哎呀！哦，哎呀！胜利了！出去照相！哎呀，来，这条一定要照相！走！哎呦！你这谢哥看就这挂这么一点点。你，哦呀！趁钱。这条了，来，要大了。在口袋里。来，把你照到。好。这尾大物足以成为收竿的理由。望乡外野生的三文鱼能在自然环境中生长到如此个体，实属不易。一趟休闲之旅，不仅垂钓了平日里少见的特殊鱼种，还迎来了心仪的个体。刘家峡的旅程不虚此行，而此行结束后的一通电话，却让我们改变了主意。连夜奔赴湖北，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，让大毛如此焦急？